一种衣衫褴褛、赤脚野孩子般的不公，不膜拜已知，而是质疑他。布洛诺夫斯基人的攀升。上一集结尾，我留下了一个20岁年轻人的影子，这一集我们就走到他面前。我一直觉得数学史上最动人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式，而是公式背后的思想以及思想所带来的变化。5次方程没有求根公式，这句话听起来平平无奇，可人们为了弄明白它，花了将近300年，而弄明白它的理论已经成了现代数学的基石，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工具。更让我着迷的是他的思想，它不在更复杂的公式里，而在一个全新的看世界的方式里。这就是上一集那门对称的语言——群论。伽罗瓦的故事常被讲成一个浪漫的悲剧，天才、决斗、一夜写下的遗稿，这些大多是真的，但我想做的不是煽情，而是真的把他想通的那件事一步一步讲清楚。所以这一集会比上一集更数学一点，别担心，我们还是从零开始一起学习。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832年5月，那个决斗的前夜。1832年5月30日清晨，巴黎城外，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一片露水未干的草地上，他叫埃瓦里斯特·加罗瓦。在一场决斗后的第2天，他便离开了人世了。而就在前一夜，他几乎没合眼，他知道这场决斗凶多吉少，于是彻夜伏案，把自己脑子里那套还没人看懂的数学拼了命地往纸上誊页，便一次次写下同一句话：我没有时间了。但不幸的是，那一叠手稿后来沉睡了14年才被人真正读懂。他到底在急什么？他想抢救下来的是一个困住了人类近300年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简单到一个中学生就能听懂，可他的答案深到要用一种全新的数学才能说清。故事要从一个所有人都会却没人多想的东西讲起，解方程的公式。我们从小就背过一个公式，1元2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给你任意一个2次方程，把系数带进去，加加减减，开一个平方根，2个根就出来了。巴比伦人在4000年前就有了它的几何版本。那3次方程呢，也有16世纪的意大利几位数学家德尔费罗、塔尔塔利亚、卡尔达诺在一场场公开的解题擂台里拼出了3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它比2次的繁琐得多，但本质还是同一回事，把系数加加减减开方，根就出来。卡尔达诺在1545年把它写进了《大数》这本书。很快，他的学生费拉里又解出了4次方程，把4次的问题降成一个已经会解的3次。你看出那个节奏了吗？每升一级，根号套得更深，式子更繁琐，可本质始终是同一种东西。加减乘除，再开几次方。数学家给这种公式起了个名字，叫根式井。于是所有人都自然地想，那5次呢，照这个梯子爬上去，5次的公式迟早会被谁拼出来，对吧？可是没有。从1545年卡尔达诺的大数算起，将近300年，整个数学界最聪明的那些脑子，欧拉、拉格朗日、鲁菲尼，一个接一个的试5次方程的求根公式，谁也写不出来。一到一句话就能说清的题，卡了近300年。但是中间其实还藏着一个更奇怪的事，还是回到3次方程的公式。卡尔达诺当年就撞见过一件怪事，有些3次方程明明3个根都是实实在在的实数，可你用它的公式去算，中途偏偏会冒出一个不可能的数，负数的平方根。比如这个方程 x 的3次方减 15x 减4等于0，按公式一路算下去，根号里会跑出一个负121，它的平方根是一个带着虚数单位 i 的东西。照理说负数不能开平方，这条路该断了。可如果你咬着牙把这个虚数当成一个真东西，继续往下算，奇迹发生了，那些虚的部分最后一项项互相抵消，干干净净的消失了，最后留下一个老老实实的实数根 x 等于4。这个数本来就是这个方程的解。虚数像一位过路人，实数进实数出，可中途你不得不绕进一个更大的数的世界，再绕回来。这件怪事当时没人真懂，
但它在暗示方程的秘密也许不在实数轴这一条线上，而藏在一个更大的结构里。300年的僵局和这个一闪而过的虚数背后是同一件事，而第一个把它彻底想通的就是那个决斗前夜的年轻人。伽罗瓦做了一件在当时几乎是反直觉的事，所有人都低着头想把5次方程的根算出来，他却抬起头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先别管算不算得出来，这些根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个最小的例子，方程 x 平方减2等于0，两个根是根号2和负根号2。现在请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趁你不注意把这两个根对调了一下，本来叫根号2的，现在叫负根号2，你能用有理数察觉出来吗？答案是不能，因为这两个根除了正负号，对有理数来说完全是一对双胞胎，它们的和是0，积是负2，平方都是2。凡是你能用有理系数写出来的关系，对调之后全都照样成立。有理数永远无法区分它们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构成一组货真价实的对称。再换一个方程对比， x 平方减4等于0，两个根是2和负2，这两个就不一样了。其中一个满足 x 等于2这个有理关系，另一个不满足，一旦对调，这个关系立刻露馅。所以这两个根是能被有理数分辨开的，它们之间没有那种对称。你发现了吗？伽罗瓦把解方程这件事悄悄换成了研究根之间的对称，而上一集我们刚学过，对称就是动作，就是群，方程的根之间也藏着一个群。伽罗瓦盯着的正是这样一组对调根，却保持一切有理关系的动作。把它们收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恰好满足上一集那门对称的语言的全部规矩。接力做两个合法的对调，接连做，结果还是一个合法的对调，有不动，什么都不换，当然合法。能撤销，换过去，再换回来，还有结合律、封闭、恒等、可逆结合这4条一满足，它就是一个群。数学家给方程的这个群起了个专门的名字，叫伽罗瓦群，它装着这个方程全部的根对称。而伽罗瓦最深的洞察是，一个方程到底能不能用根式解，不取决于方程本身长什么样，而取决于它这个伽罗瓦群的结构能不能开方解出来，被悄悄翻译成了一个纯粹关于群的问题。至于这个翻译具体是怎么成立的，是下一集的主线。这一集我们先把群这一侧看清楚。但这里要先点破一件很关键又很容易想当然的事，不是随便怎么对调根都是合法的。看一个方程 x 平方减2乘 x 平方减3等于0，它有4个根，正负根号2，正负根号3。你可以把根号2和负根号2对调，它们是 x 平方减2的一对双胞胎，也可以把根号3和负根号3对调，可你不能把根号2换成根号3。为什么？因为根号2满足它的平方等于2，而根号3的平方是3，不是2。这个对调一做，有理关系立刻被破坏。所以4个根表面上有4的阶乘，也就是24种重排方式，可真正合法的只有2乘以2， 4种。伽罗瓦群从来不是随便怎么打乱都行的那个大群，它是被有理关系卡住的其中一个真子群。记住这件事，到后面你会看到5次方程的命运正是被它的伽罗瓦群卡得有多死决定的。上一集我们学会了一个词，群是对称的语言，但只会念这个词还不够。这一集我们要挑一个最小又足够有趣的群，把它从头到尾整个拆开来看一遍，看懂了它，你就相当于得到了一整套工具。下一集判断方程能不能解，靠的就是这套工具。我们选的是正三角形的对称群，它只有6个动作，小到能一个一个数清楚，又恰好藏着后面所有的关键。第一步，先把6个对称数出来，一个正三角形，3个顶点，标上1、2、3。它有几个搬回自己身上看不出区别的动作，数一数什么都不动的叫它1，绕中心逆时针转120度叫它2，再转120度，一共240度，叫它2平方。这是3个旋转，
还有3个翻转，沿着每条穿过一个顶点，对着对边的轴翻过去。每个翻转固定一个顶点，把另外2个对调。固定顶点1的叫 A， 固定2的叫 B， 固定3的叫 C， 一共6个 1RR 平方 ABC。这个群有个正式名字叫 S3。第二步，把2个动作接力做，先做一个，再做一个，合起来还是一个对称，这叫复合。约定写在右边的先做。来算 A 复合 R， 先转120度，也就是 R， 再沿固定1的轴翻，也就是 A。我们跟着顶点走，顶点1先被 R 送到2号位，再被 A 送到3号位，一个一个顶点追下去，会发现这个合起来的动作恰好等于 B。现在交换顺序，算 R 复合 A 先翻再转，同样跟着顶点走一遍，结果是 C 不是 B。同样2个动作只是先后换了一下，结果就变了。A 复合 R 等于 BR， 复合 A 等于 C， 而 B 不等于 C， 这就叫非交换。还记得上一集那个手机吗？先转再翻和先翻再转，屏幕朝向不同是同一回事，顺序要紧，这件事马上会变成整个故事的关键。第3步，把所有组合填成一张表，6个动作2复合，一共36种，我们把它们全填进一张方表里，这叫这个群的乘法表，也叫凯莱表。别被36个格子吓到，它其实非常规整。你看，每一行每一列6个动作恰好各出现一次，不重不漏，这说明每个动作都能被撤销，都可逆。再看主对角线两边它不对称， A 复合 R 那一格是 B， 对面 R 复合 A 那一格是 C， 表的不对称正是非交换看得见的样子。这一张表把这个群的一切都摊在了你面前。接下来要讲的子群、培集、正规商群全都能直接在这张表上体现出来。第4步，元素的接。先看一个最简单的性质，一个动作重复几次能回到原点，回到 E， 转120度的 R 转3次正好一圈回到 E， 我们说它的接是3，翻转 A 翻2次就回原样，接是2，什么都不做的 E 接是1。第5步，子群。现在看表的左上角那一块，只用 1RR 平方这3个旋转互相复合，你会发现结果永远还是这3个里的一个，从不跑出去，它自己关起门来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群了。群里面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群叫子群，这3个旋转组成的子群我们叫它 A3。第6步，循环群。 A3 还特别简单，它整个都是 R 这一个动作转出来的， RR 平方 R 的3次方回到 E， 由一个生成元反复做就能转出整个群，这种群叫循环群。 A3 就是最小的几个循环群之一，记作 Z 模3，时钟上12个钟点加到头绕回12点，也是同一种循环群。第7步，培集与拉格朗日定理。子群 A3 有3个元素，整个 S3 有6个3，能整出6，这不是巧合。把子群 A3 整体搬一下，拿一个翻转 A 去复合 A3 里的每一个，得到的是另外3个动作，正好是3个翻转 A、B、C。 于是整个 S3 被切成2块，3个旋转一块，3个翻转一块，2块一样大，又恰好拼满整个群，不重不漏。这种坝子群整体平移得到的块叫培集。因为大群总能被切成若干个和子群一样大的块，所以子群的大小一定整出大群的大小，这就是拉格朗日定理。第8步，正规子群最关键的那个区别。子群里还藏着一个微妙却最重要的区别。刚才我们从左边拿 A 去乘 A3 得到3个翻转那一块，要是从右边乘呢，算一遍还是同样那一块，左搬右搬结果一样，这种从哪边搬都一样的子群叫正规子群。但不是每个子群都这样，换一个子群试试，比如只含 E 和一个翻转 A 的那个小群，从左边拿 R 去乘和从右边乘得到的2块不一样，它就不是正规的。正规说白了就是那种左右动作都看不出差别，因而能被当成一个整体干干净净压缩掉的子群。第9步，商群把正规子群缩成一个点。正规子群的妙用就在这，既然 A3 左右搬都一样，我们干脆把它整块缩成一个点，叫它偶，剩下3个翻转那一块缩成另一个点叫基。原来6个元素的大群一下子缩成只有2样东西的小群，偶和基。偶接偶还是偶，基接基是偶，偶接基是基，
它就是最小的那个群 Z 模2，这个由整块缩掉正规子群得到的小群叫商群。S3 除以 A3 等于 Z 模2，这个除是问 A3 把 S3 切成几块，6除以3等于2块，这2块就是商群的2个元素，不是6减3，而能像这样一层层缩，最后缩干净，正是下一集判断方程命运的那把钥匙。第10步推广到 n 个东西，最后把这套东西放大，把 n 样东西任意重排的全部方式组成的群叫对称群 Sn， 一共 n 的阶乘个，其中温和的那一半就是能用偶数次两对调拼出来的重排组成交错群 An， 恰好占一半， n 的阶乘除以2。比如 n 等于5 S5 有120个， A5 有60个，请你记住，这个60它正是上一集20面体那60个旋转，这绝不是巧合，是下一集最重要的一件事。至于一个重排到底算偶还是算奇，会不会有歧义？其实不会，因为有一个叫判别式的多项式保证它良好定义，一次对调恰好让它变一次号，细节放在配套博客里。这堂群论基础课你拿到了一整套工具，数一个群有几个元素，找出它的子群，判断哪些子群正规，把正规子群缩掉得到商群。下一集你会看到方程能不能用根式解，问的就是同一件事，它的伽罗瓦群能不能这样一层一层全部缩成最简单的循环群，能就有公式，卡住就没有。而让它卡住的那个罪魁正是 A5。 讲了这么多抽象的，我们落到一个能亲手算的方程上， x 平方减 x 减1等于0，它的2个根，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黄金比，约等于 1.618， 另一个根约等于负 0.618。 这个方程的对称是什么？只有一个非平凡的动作，把这2个根对调，这个对调对应的正是把根号5换成负根号5，它保持所有有理关系。这2个根的和是1积是负1，全是有理数，对调之后分毫不差。所以这个方程的伽罗瓦群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最小的那个 Z 模2。而在这里，这个黄金比正是上一集20面体那个黄金比3个黄金矩形的角，撑起了20面体的12个顶点，对称的语言就这样从一个立体联系到了一个方程。这里要先破除一个最常见的误会，说5次方程没有求根公式，绝不是说5次方程没有解，恰恰相反，有一条代数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 n 次方程在复数范围里恰好有 n 个根，一个都不少。就拿 x 的5次方减 x 减1来说，它实实在在有5个根，一个实根，2对共轭的负根，全都端端正正落在负平面上，它们都存在。所以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根，而是能不能用加减乘除再加上开方把它们写出来。存在和能用某种特定的工具写出来本就是两回事，就像圆周率派，它真实的存在就在数轴上某一点，可它不是任何整系数方程的根，存在不等于写得出。现在我们回到那个困了300年的问题，伽罗瓦把它整个翻译成了群的语言。一个方程能不能根式解，等于问它的伽罗瓦群能不能像刚才群论基础课那样一层一层的缩掉正规子群，最后全部缩成简单的循环群。2次、3次、4次方程都能，它们的群都能拆出一条，每一层都是交换群的链，每缩一层正好对应开一次方，所以它们有根式公式。而5次不行，一般5次方程的伽罗瓦群是 S5， 你缩它一次缩到 A5， 然后就卡死了，因为 A5 再也拆不动，除了它自己和那个什么都不做的动作，它里面没有任何正规子群可以缩掉。这种拆不动的群有个名字叫单群。A5 是最小的那颗非交换单群，它就是上一集说的对称的原子。而最奇妙的是接下来这件事，这个卡死5次方程的 A5 和上一集那个20面体的60个旋转是同一个东西。几何上的 A5 20面体绕各条轴的60个旋转，代数上的 A5 5个根的60种偶排列，把它们的元素一一配对，连乘法表都一丝不差地对上它们同构。同一颗对称的原子，一副面孔朝着几何，一副面孔朝着方程。这就是这本书名里对称与怪兽那条看不见的线，第一次向我们露出了痕迹。
至于最后那一步为什么拆不动，就一定写不出公式，这需要把群能不能拆和方程能不能根式解之间的等价严格证明出来。那是阿贝尔、鲁菲尼还有伽罗瓦本人真正的功劳，我们留到下一集认认真真的走一遍。回头看，这一集其实把解方程的难度重新定位了一次，它不在公式技巧里，而藏在根的对称群的结构里，拆得开就有公式，拆不动就没有。困了人类300年的5次方程败给的不是某个算不出来的式子，而是一颗拆不动的对称原子 A5。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决斗的前夜把这件事看穿了，却来不及讲给世界听。那颗原子为什么拆不动？它又怎么彻底堵死了求根公式？下一集见分晓。下一集我们就来真正证明那件听起来不可能的事。为什么 A5 拆不动，又为什么拆不动就等于写不出公式？我们还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年轻、同样英年早逝的天才阿贝尔，他和伽罗瓦素未谋面，却在同一道门前留下了同一个答案。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文章。若您发现了视频或博文中的错误，或者对我所做的东西感兴趣，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邮箱与我交流。谢谢观赏。